嗨，我是喜欢给你们做菜的肉仔肉，欢迎来到我的餐桌。今天我们的主菜是麻婆豆腐。首先，麻婆既点出了这道菜的灵魂调味料花椒，又引出了一段历史。相传这道菜被发明于1862年，在随后的100多年至今，这道菜一直保留着原初的做法，也一直以其发明者陈麻婆命名。其次，豆腐营养丰富，口感极佳，千年以来一直是东亚各国重要的植物蛋白质来源。它软嫩细味的特点更是在麻婆豆腐这道菜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。要做好麻婆豆腐，有一个8字真言，下面就让我来为你们一一拆解。第一个字，麻，香料千百种，唯有花椒麻。2019年由罗格斯大学的食品科学系发表的一篇论文，详细定位了花椒中香味分子的组成成分。在这200多种具有挥发性的香味物质共同作用下，贡献出了花椒迷人的柑橘芬芳和木质调香味，同时也提供了它独特的味道以及麻的感觉，而它们大多属于油脂类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花椒需要用油爆香才能激发出它的味道。第二个字，辣。麻婆豆腐中的辣是有层次的，首先是刀口辣椒，干辣椒剪成段，与花椒一同薄油炒制，激发出花椒香气的同时，也给辣椒上色，赋予其微微的糊香味。然后用盐薄或者刀碾碎，所以称之为刀口辣椒。另一味便是豆瓣酱，辣椒经过经年累月发酵后的香辣味独特而醇厚，并富有浓郁的酱香，这也是为什么它被称之为川菜灵魂之一的原因。第三个字，鲜。麻婆豆腐的鲜味灵魂来源于高汤，豆腐的特点使得其会在烧制过程中像海绵一样稀薄，混合着麻辣与鲜香的高汤，美味至极。第四个字，香。除了前文提到的豆瓣酱，豆豉的加入也在这道菜中提供了不同层次的酱香味。长时间发酵的黄豆被时间涂黑，使得每一小粒的豆豉都像是一个风味炸弹，在热油的作用下，与花椒、辣椒、豆瓣酱一同赋予了麻婆豆腐那独特的香味。第五个字，酥。100年以来，麻婆豆腐的核心原料之一便是牛肉，略带脂肪的瘦肉更容易炒酥，使之与豆腐的软嫩口感形成强烈对比。我这里使用的是5%脂肪含量的牛绞肉排，切2刀，让其下锅时更容易炒散。而酥的关键便是炒制时的耐心，炒干水汽，激发出美拉德反应，才能达到酥的境界。最后3个字，烫、嫩、捆，它们都与豆腐有关。首先，嫩是指嫩豆腐，即以石膏作为凝固剂制成的豆腐，含水量高，口感滑嫩细腻，多见于中国南方，所以又叫做南豆腐。其次，烫。麻婆豆腐在温热状态下食用味道最佳，所以无论是容器的选择还是最后淀粉水勾芡，都是为了成菜更好保温。不过千万注意，使用太烫的豆腐会有烫伤食道的风险。最后，捆。为了成菜美观和口感，我们需要保持豆腐形状的完整，盐开水浸泡使得豆腐更加定型，同时也去除了一部分豆腥味，这是准备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步。接下来我们调制1碗淀粉水，所有的准备工作就完成了。我们开火，马上开始麻婆豆腐的制作。首先，锅烧热，手放在锅上方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热度就好。入油，然后下入牛肉，将牛肉剥散，加入1小勺酒去腥增香，转中火进行炒制。如前面提到，这里为了保证牛肉的酥，一定要有耐心，将水分炒干，使牛肉上色，我这里用了4分钟。然后下入姜蒜末、豆豉，炒出香味，随后加入豆瓣酱，炒匀上色。然后加入一部分之前制作好的刀口辣椒，多少根据自己的口味决定，喜欢麻辣就多放2勺。
炒匀后，加入半瓶鸡高汤，用勺子将锅底的精华刮干净，融入到汤中。高汤煮开，我们就可以下入豆腐了。轻轻抖入，保证豆腐的完整。此时千万不要用勺子翻动，用勺子的背面轻轻推压，使得豆腐都能浸润到汤汁中。这里我们就不再额外加盐了，豆瓣酱和豆豉已经有了足够的咸度。我们可以加一点点糖和1勺蚝油提鲜，维持中火，静静地等待豆腐在汤汁中滚煮10分钟左右，直至豆腐完全上色，也标志着汤汁被豆腐吸入。接下来便是盛菜前最后一步，勾芡。麻婆豆腐需要勾芡3次，来保证汤汁的粘稠度。淀粉水搅匀后放入1/3，然后用勺背推动豆腐搅匀，略等一小会儿，让淀粉完成糊化，重复2次勾芡步骤，直至汤汁的浓稠度能够完美的挂在勺子背面，这样我们才能保证豆腐能够被汤汁裹挟着进入口腔，刺激味蕾。最后的最后，撒上一些葱花、刀口辣椒，现磨一些花椒粉。这道菜的详细材料和用量以及热量信息我都会放在视频末尾，欢迎取用。现在我给你盛一碗饭，我们边吃边聊。如前面提到，麻婆豆腐是一道于1862年发明的菜，彼时在成都北郊的万福桥，城市烹饪豆腐的方法可以说是一绝。由于它脸上生麻子，所以被称作陈麻婆，于是麻婆豆腐这个名字就随着它的菜谱这么流传了下来。这也是历史上鲜有的以人名来命名的一道菜。20世纪60年代，麻婆豆腐的出海之路是由一位川菜师傅带到日本开启的，并且伴随着电视的普及，在随后的几十年风靡东亚。有一种流传甚广的日式做法是弱化了辛辣味，即去掉了刀口辣椒，也减少了花椒的用量，然后融合了味增，来替代豆豉在麻婆豆腐中的酱香味。口味清淡的朋友们不妨试一试这个做法，虽然少了些许刺激，也依然是一道美味的料理。其实菜谱的所谓正宗与否，追本溯源，也是前人通过不断的改进而累积的经验。彼时的陈麻婆也是在告诉我们，麻婆豆腐这道菜按照他的方法做，经众人验证过是好吃的。这些宝贵的经验理应得到传承，但是它不应该成为探索的桎梏。毕竟好吃与否是一个主观体验，而这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。所以吃自己喜欢的料理，做自己喜欢的料理，尊重自我的主体感受，同时不要停下自我勇于尝试和探索的脚步。料理如此，人生亦是如此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，非常感谢你的观看，那么我们下次再见。